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这期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谷歌旗下的一个新产品，叫做 Opal。这个产品可以让你使用自然语言驱动，就可以完成整个工作流的构建。它有一点像 Define 加 Codes 加 N8N 的一个综合体，并且它还可以帮助你完成 AI 应用的零代码构建。在前端有一个 App 呈现，你能快速的验证和落地你的想法。下面跟着林姐来体验和试用一下这个产品。在正式开始之前记得给林姐说 AI 的频道点一下关注，打开你的小铃铛，不要错过后续的精彩视频。这个就是 Opal 的官网 opal. 谷歌，这个网址呢我也会放在我的置顶评论区里面。它现在这里显示，你看 experiment， 说明这个产品其实它还是在实验阶段。虽然在实验阶段，但是我认为这个产品它代表了未来我们构建工作流的一种方式和方向。进到这个网址首先要登录，然后它选的那些隐私的选项你需要全部勾选，不然呢就会出现错误。然后再进来之后呢，就会看到这里的 Gallery， 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样例和案例，我们也可以直接开始在这里点击一个 Create New。 它的这个页面是比较清晰和简单的，对比我们常见和常使用的那些工作流的工具它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是 User Input， 就是用户输入的东西，第二个是 Generate， 生成使用大模型的地方，第三个是 Output， 输出是什么东西。然后这里加号呢可以去增加这个输入的选项，比如说上传文件，比如说给它这个 YouTube 的链接等等。那我们实际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管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实现的内容。给大家看看我的样例我会举3个样例，这3个样例的复杂程度是循序渐进的。首先看第一个样例，先看第一个 case AI News。 这个 case 里面呢，我给它的提示词也比较简单，我就说给我做一个科技早报的生成器，帮我搜索近7天 AI 相关的最新的新闻，并且总结出3个核心的看点，并且用中文写一段简短的评价。这些节点都是基于我这一段自然语言驱动形成的整个的工作流。你看第一个节点是 User Input， 就是它定义让我先输入关键词或者是主题。第二个节点是生成，点到这个节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地方，你是可以选择对应的模型的，它默认呢是使用 2.5 Flash， 如果复杂的问题你完全可以选用 2.5 Pro 甚至是3 Pro 这样的模型。如果说这个节点是生图的或者生视频的，你可以选择对应的生图和生视频的模型，它完全是长在谷歌生态上面的。第3个节点呢是输出，它这里会有输出组织的格式。如果说你对这些它自动形成的内容不满意，你可以在每一个节点上面去对应更改相应的提示词，这里都是可编辑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动手，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希望整个流程怎么改。它的整个模式比那种纯 Web Coding 里面更有可视化可编辑的逻辑流程在这里面。看到这样帮你构建出来的工作流会很清晰，你在更改编辑的时候会特别的定点和确定性比较强，并且呢它减少了那种传统的工作流构建工具中一些理解成本和一些繁琐的过程，整个的过程呢也非常的流畅。我生成这样的一个科技新闻的抓取器，大概花的时间就是几分钟。形成之后呢，就会有一个 preview， 这里呢能看到这个有一个 app 出来，点击这里的 start。比如说你看在这里我就可以去给它一个 AI 新闻的主题词了，比如这里我就输入一个 Gemini 3，把它作为主题词，然后点发送，它是真的在运行背后是大模型可以点击这里的 APP它就是全屏的一种状态。好，运行结束了。因为这里我把 Gemini 3这个主题缩得很小了，所以它其实只总结了一个要点。如果说我是比较宽泛的主题，比如说我是谷歌，或者是说 AI 新闻，或者是比较宽泛的词它的这个就是3条，因为之前我是试过的。这里呢我就是 Gemini 3，它就一个 summary，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短评，短评这里是中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你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它所有的语言都会默认的使用英文，它的这些 button 都是英文的。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快速的 AI 应用，它比其他那种快速的 AI 应用好的一个地方，它的分享和下载比较容易。点到这里它有一个 download 的按钮，你点击这里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网页下下来，或者是说你点击这里的 share app，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OPL 公开，然后呢，这个链接发给对应的人，他也可以查看，相当于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可以供大家讨论的模型。如果你做产品的话，这样的迭代速度会对你非常有帮助。在第一个案例中啊，我们让它生成这种纯文本的处理流程，形成工作流，然后形成 App， 是完全非常流畅的。我们再看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叫做冰箱食谱。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会运用到谷歌的多模态的模型，涉及到上传图片这样的功能。整个的产品设计大概是这样子的，用户呢通过上传自己冰箱食品的照片，然后呢，这个 app 就帮他去定制对应的中餐的食谱。当我把这个提示词发给他的时候，他就给我形成了这样的工作流。你看，第一步是用户的输入，就是这个冰箱的照片。你看，这是一个上传文档的功能。然后第二个是它生成的过程，在右侧这个位置有详细的提示词，一步步的指令。首先分析这张照片，识别其中的原料，基于这个原料给它定制出对应的菜谱和每个菜谱所制作的每一个步骤。如果说你对这个提示词它拆解的这些内容不满意，你还可以点击这里去修改对应的提示词，或者是直接动手改这里面的提示词。相当于你既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表达你的想法，也可以精准的在每一个步骤和节点上面去达成你的目标。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成品点击这里的 Start， 让你上传一张你冰箱的照片。好，我给它上传一张。好，我选一张这个上传的照片，点击确认，上传好了。然后呢，我就直接点提交。好，这里显示中式的菜谱生成中。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刚给它的冰箱照片，这个是它对应生成的食谱，彩椒豆腐丁、番茄炒蛋、姜辣青菜，还是匹配的，一一对应的。这里面所涉及的食材在冰箱里面都是有展示的，姜、青菜、豆腐、彩椒都是有的，效果真不错。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呢，我会设计的更加复杂一点，我打算做一个 YouTube 视频转译成爆款文案的一个转译器这么一个工具，并且呢，我需要做一个分支，基于这个 YouTube 视频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视频做不同的分支。如果说它是一个严肃的科技类的视频呢，你就把它转译成像公众号这样的文案；如果说它是一个娱乐性的视频，你就帮我转译成一个像小红书里面的带有这个颜文字、带有表情符号的这么一个文案。看看它能不能够基于这个工作流分支的设定做一个很好的演化。这一次的操作里面呢，我在写这个提示词里面也稍微调整了一下我的写作风格。我会明确告诉他，我的 input 是一个 YouTube 的链接，中间呢你需要对这个 YouTube 的链接的内容进行视频内容的转译，并且把它分为不同的风格。对于严肃风格的应该怎么做？对于娱乐风格的内容应该怎么做？我做了具体分支的一个描述。其实右边 AI 帮我生成的这个 App 的封面图很好的表达了我的想法。从 YouTube 的视频到这个 AI 的思考，到最后的2个分支，中间这个主体位置也是 OPL 根据我的自然语言来生成的对应的工作流。我们看一下效果，点击这里的 Preview 点击 Start。这里呢，我需要给它对应的 YouTube 链接。首先是严肃的、专业的、科技类的链接，我就给我自己频道里面的一个视频链接。我选了这条视频我这里复制一下视频链接，回到 OPL 粘贴一下，然后点击发送。因为这里是涉及到视频了，它耗费的算力肯定要大一点，等待的时间也长一点。好，完成了 AI 赋能科研绘图，突破传统瓶颈，实现高效精准可视化。你看一下 AI Loop 方法论，第1步、第2步、第3步结语，整个的结构非常的严谨，完全可以直接复制放在你的公众号里面。你看这个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将一个平台的内容转化为多个平台内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我想发公众号文章，不要太好发，随随便便几十篇，因为我本身已经有很多的视频积累了。那么对于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喜欢做一些信息差的这个内容分发的，你看你调整一下这个提示词，你完全可以把一些英文的高质量视频通过这样的方式转译成文档，甚至转译成视频，进行2次的分发。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是非常尊重版权的，我也不希望任何人用恶意的方式搬运我的视频内容，包括转化成文本这种方式。我提供给大家的是一种思路，大家可以对所学习和吸收的内容
进行2次加工和处理。然后我们再试试一条娱乐搞笑化的视频。在这里我就选择了这条视频，就是罗永浩和星巴克的这个中杯、大杯、特大杯当年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有点诙谐吧这个事情，但是它到底能不能判别这个事儿是一个搞笑娱乐的事情，从而帮我生成对应的爆文文档呢？我们试一下，我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再回到刚刚的页面，点击 Start， 然后复制那个星巴克的视频点击发送，好，完成了。你看这些颜文字真的带上了各种小表情。星巴克点单爆笑名场面，你到底要中杯还是中杯？写的还是蛮好的，而且真的挺有小红书的这个文风的，玩得明明白白的，完成度非常好。Opel 这个产品我整体体验下来感觉还是蛮好的。要注意的是，它对这个节点要求的比较严格，应该是只能是每家的这个网络才能够访问的。然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它的使用体验和感受，从上手门槛来说，我觉得它是很低的，比 Coz 还要傻瓜，基本上是说话即编程，说话即构建工作流，很多这种小白运营人员都是能够很快的上手的。它的整个的画布的体验可视化的程度很高，而且能够明确的看到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流转的，而且去改对应的这个节点，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不过呢，从功能的上限、功能的多样性呢，我感觉上没有 N8N 丰富，它的复杂性目前是不如 N8N 的，它的功能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它其实更适合一些轻量级的工具开发者，或者是说在早期想快速验证、落地和讨论自己想法的这部分开发者。使用完这个工具呢，我仿佛看到了工作流的未来的形态。我几乎可以说工作流已死，或者准确的说，并不是工作流已死，而是未来的工作流会以另外一种形态来存在。它的复杂性不是人来输出的，而是由 AI 来输出的。我觉得谷歌干出的这种产品形态很厉害，但是未来未必是谷歌干的最好，特别是这种锤子的赛道，很可能国内的很多厂商都会比谷歌干得好。这种锤子的赛道，谷歌未必优化的最好。如果说 Opel 这个工具能把一些微调个性化的接口开放出来，给很多开发者使用去微调，我觉得最后能呈现出的这个产品的形态完整度和适用度可能会更高。整个的产品使用下来，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打开的速度还有使用这个 preview 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强烈建议大家去试用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中文的使用者，希望它输出中文，记得在提示词和它说清楚，不然它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文 native。今天的分享就聊到这里，关于自然语言构建工作流，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这里是玲姐说 AI，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